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蒜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普通话跟广东话之间究竟有多相似？在上个月21日，也就是香港巨星张学友在澳门办演唱会的那天，当时台下来自内地的歌迷向歌神张学友大喊，请他讲普通话。那想当然人就为张学友回绝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这两个关键字：张学友、普通话。张学友是来自香港的巨星，因此广东话是他的母语。而澳门作为当天演唱会的场地之外，同时也是通行广东话地区。我在今年4月终于去澳门的时候，周围的居民真的都是以广东话沟通。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同样都是藉由汉字作为书写系统的语言，为什么这两门语言在发音上的差异可以那么巨大，甚至大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呢？我在小时候看来自香港的新闻时，也同样有这个疑问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会讲解普通话跟广东话之间的相似与相异之处，让大家可以借此分辨普通话与广东话的差异。在真正进入影片之前，这边有2大迷思我需要来澄清一下。迷思1：中文不等于普通话。中文是所有汉语分支的统称，因为在中文的范畴当中，还包括广东话、客家话、闽南语等语言，而普通话仅仅是中文的其中一个分支，不能够完全代表中文。迷思2：广东话不是方言。在语言学上，语言跟方言最关键的判定标准就是双方能否互通。而由于广东话有属于自己的发音与书写系统，且很多发音都是在普通话里面不存在的，这点我后面会提到。加上广东话的使用人口在全球也有一定规模，所以广东话被视为可以与普通话平起平坐的语言，而非普通话的方言。在很多广东话母语者的眼中亦是如此。为了验证这句话的真伪，这边欢迎广东话母语者在这部影片的留言区帮忙复议一下。普通话是全球第2大语言，仅次于英语。世界上大约有 9.4 亿人将普通话作为母语，主要使用范围包含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只有马来语跟英语，并没有华语。我想这应该是跟该国的政治环境或文化有关。如果有来自大马观众，也可以在影片留言区补充。而广东话在全球约有8490万人将其作为母语，主要使用范围包含中国大陆广东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、香港、澳门。普通话跟广东话师出同源，两门语言皆发源于中古汉语。普通话在北方发展，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。例如，有一派说法认为，普通话被呼语影响的证据就是卷舌音的存在，或者是普通话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，也是普通话被呼语影响的证据。而广东话则是中古汉语与岭南地方语言混合演化而成的，当中受到百越族的影响最为深远，但广东话却巧妙地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。这两门语言分道扬镳的历史走向，就注定了这两门语言之间势必存在天壤之别的差异。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话母语者来说，广东话最吸引我们的就是用我们听不懂的音念我们看得懂的字。普通话跟广东话同属汉藏语系汉语族，两门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语言，不同声调就意味着不同的意思。如果把轻声也算在内的话，普通话总共有5个声调，分别为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、妈、麻、麻、嘛，还有轻声嘛。而广东话就比较复杂了，毕竟广东话承袭了来自中古汉语的发音，把中古汉语的发音特色保留了下来。根据目前最主流也是最折中的说法，广东话声调总共分为9声6调。传统上，广东话声调分为9声，学术上，广东话声调分为6调。9声跟6调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把入声算进去，也就是阴入、中入、阳入。但扣除掉入声的3个音调，剩下来的则分别为阴平、阴上、阴去、阳平、阳上、阳去。C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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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 也就是所谓的6调。入声就是尾音为 p、t、k 的发音，听起来比较短促，例如 gap、quat、si。入声对于普通话母语者来说可能有点陌生，因为入声是中古汉语的发音特色，在现今的普通话当中已经失去了入声的发音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受到当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，这点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丰富的声调的确让广东话听起来比普通话更有韵律感。是下起了一阵的风雨哦，而虽然呢，刚才这边是比较没有雨势的情况哦，但是现在的风雨其实还是蛮强的。而就在稍早呢。
近月有街坊反映，指屯門河多處出現不明油污，仲有船家將生活垃圾倒入河流，擔心情況持續惡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广东话歌曲比普通话歌曲更动听的原因。天津在等阴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天精色帶煙雲，隨月海上下，燈火中照伊人，完善你獨下。除了聲調不同之外，普通话跟广东话之间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发音，发音的不同也让普通话与广东话在书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部影片的重点。首先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普通话跟中文不能画上等号，以及广东话是语言，不是方言。普通话与广东话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调的多样性。最后，如果你是普通话母语者或广东话母语者，或者是你正在学这门语言的观众，也可以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回馈，并分享你们对于普通话或广东话的看法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分享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